日前有消息指，泽连斯基将于本周在最高拉达上介绍其胜利计划，而胜利计划其中一个重要一环就是如何加快乌克兰入约问题。对此，匈牙利外长14号明确表示，若乌克兰加入北约，将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而新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则至今未给出任何乌克兰入约时间表。有消息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16号在最高拉达发表讲话，并公开展示胜利计划。此前，泽连斯基宣布已制定结束军事冲突的计划。9月底访问华盛顿期间，他已向美国总统拜登介绍这一计划。上周又向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领导人进行介绍。泽连斯基办公室表示，该计划只有在西方国家审议后才会被提交给乌克兰议会。据报道，该计划包括增加武器供应，用远程武器深入俄罗斯领土进行打击，加快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以及西方国家参与乌克兰重建。而针对乌克兰何时才能入约一事，匈牙利外长谢尔多14号表示，匈牙利的议程上没有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一项，因为如果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意味着北约与俄罗斯之间会发生直接对抗，将导致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匈方希望避免这种情况。谢尔多强调，匈牙利在俄乌冲突之初就划定了红线，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发生任何形式的直接对抗。北约新任秘书长吕特于10月3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期间，重申了乌克兰有朝一日会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承诺，并表示俄罗斯不会在此事上拥有否决权。不过，他没有给出任何的时间表。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14号，北约代号坚定正午的大规模核力量演习在北欧开启。演习空军部队将练习如何将美国核武器从军事基地的地下仓库安全地运送到飞机上，并安装在战斗机上。针对此次演习，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样的演习只会导致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他还指出，俄罗斯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拥有必要潜力保障自身安全。此外，欧洲国际贸易委员会14号投票通过向乌克兰提供高达350亿欧元的特殊宏观金融援助贷款，并同意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海外资产的收益来偿还。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后，西方冻结俄罗斯约3000亿美元海外资产，其中包括欧盟冻结的俄央行价值约2000亿欧元的资产。今年6月，7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同意利用冻结俄罗斯资产的利息作为担保，向乌克兰提供贷款。朝韩关系正处于多年来的最低点。近期，朝鲜指责韩国派遣无人机屡屡飞入其首都平壤，散发反朝传单。朝鲜也相应提高军事反应级别。13号，朝鲜国防省发言人表示，前线部队已经进入射击准备状态。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 국방성 대변인이 조선인민군 총참모부가 국경선 부근의 보병연합 부대들과 중요 임무 수행 부대들의 사격 준비 태세를 갖출 데 대한 지시를 하달한 데 대하여 발표했습니다.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于12号发出作战预备指示，按照战时定员编制，将8个全副武装的炮兵旅团在当地时间13号20时之前转为射击待命状态，完成各项作战保障工作。同时指示各级部队区分队加强监视警戒，首都平壤市加强防空监视戒备。朝鲜称，韩国本月分别于3号、9号和10号利用无人机在平壤上空投放传单，并公布了9号凌晨拍摄到的韩方无人机照片以及传单样品。拍摄地点就在位于平壤市中心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本部大楼。对此，韩国国防部否认相关活动由韩国军方组织。同时，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匿名人士表示，将确认是否由韩国民间组织所为。그런적이없기때문에저희들이상황을지금파악을못해가지고확인해보겠습니다。但朝方认为，韩军对无人机事件袖手旁观，因此依旧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2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称，无人机是多用途军事手段，一国国民利用无人机做出侵害他国主权的行为，由此可能引发武装冲突危机。军方却对此袖手旁观，这无异于有意默认和共谋行为。因此，韩国军方难以推卸作为重大主权侵害挑衅主犯或共犯的责任。
自5月以来，朝韩双方通过散发传单、空飘垃圾气球和使用边境扩音器等方式展开心理战。韩方称，从5月底至今，朝鲜共对韩空飘垃圾气球28次。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向韩国投放的垃圾气球中，部分装有 GPS 定位器，军方正在分析朝鲜是否能在特定地点爆破气球。而韩国民间团体则连续6个月对朝散发反朝传单。有韩国专家分析认为，韩国政府对这一行为置之不理，所以不能排除民间团体此次使用无人机在朝鲜上空散发传单的可能性。韩国舆论担忧，对朝传单与垃圾气球之间的对抗可能以平壤无人机事件为分界点，发展为朝韩间军事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朝鲜国防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声称若无人机再次出现，朝军就将其视为韩方对朝宣战，并根据朝方判断采取行动。对此，13号韩国国防部也以狠话回击：若朝鲜侵害韩国国民安全，那一天便是朝鲜政权毁灭之日。过去呢，这个空投的宣传资料呢，主要还是通过气球，但是呢，这一次呢是通过无人机，而且呢又是在朝鲜劳动党的党中央的这个本部大楼的上方，所以可以想象，对于朝鲜而言呢，应该说还是构成了一定的这种安全的威胁。外界注意到，朝鲜半岛局势本月陡然升温。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9号宣布，与朝方南部国境交界的韩国地区无时无刻不再进行战争演习，加之一批批美国核战略资产随时出没，朝方自当天起完全切断与韩国连接的朝方地区公路和铁路，进行防御设施要塞化加固工程。相关消息已向联合国军司令部通报，并称朝方将动员大量人员和装备进行作业，包括爆破工作。而韩国军方14号表示，发现朝军疑似在京义线和东海线朝韩公路连接处为炸毁公路做准备，韩军对此密切关注中。近期，韩方频频在军事领域秀肌肉，施压朝鲜，特别是强化韩国型3轴体系。所谓韩国型3轴作战体系，是由杀伤链系统、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及大规模惩戒报复作战组成的战略战术体系，即打击、防御和威慑功能于一体。本月10号，韩国空军进行了担负杀伤链核心地位的金牛座远程空地导弹的实弹演习，为7年来首次举行此类演习。韩国媒体称，展示了精准的对朝鲜打击能力。本月1号，韩国新型弹道导弹玄武5公开亮相，被视为韩国型3轴体系中大规模惩罚报复作战计划的核心手段。玄武5导弹又被称为怪兽导弹，弹头重量高于现役弹道导弹，破坏能力与战术核武器相当。分析认为，韩军此时公开玄武5，意在对朝发出警告信号。朝鲜的角度，他为了应对韩美的安全威胁，他会加大自己的战略武器的研发和试射，应该说军备竞赛加剧，韩国国内再次向朝鲜释放无人机，朝韩之间就有可能爆发意外的冲突。